要看到呢，上面有一个白顶，上面这个白顶就说明呢是农经大学了。而部分学院呢是只招收男生的。今天上面挂着大英帝国的国旗，代表英国女皇不再污蔑。我们这一次将前往欧洲的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之旅。那出发之后，我们来到了桃园机场，准备前往欧洲。这里已经是这个英国的机场哦，咱这个长荣航空飞到了这个英国伦敦。那这导弹呢，佩佩啊，来到这个英荷比法来帮我们摄影哦。今嘛咱先到伦敦的饭店哦。那这一次我们来到了英国伦敦的希尔顿饭店，那所以在这边呢，准备展开明天的英国之旅哦。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呢4个国家，这个行程呢其实还蛮特别的哈。你那想要只单纯玩这个伦敦的话哈，英国这个伦敦单一城市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适合大家旅游的一个行程啊。这一趟其实人数不多哈，大概10来个吧，10几个呢。每一道团体呢，大团小团呢，对我们来讲呢，只要能够出得去哦，基本上我拢会搞团体搞完成哦，和团体行得成哦，让团体出得去哦。因为出得去我们才有片拍嘛，所以有时候团体不管是大团啊好，不管是小团啊好，甚至有的人也会跟到这个不到15个人、16个人出团的情况都有哦。那当然在这边就不谈怎么赚钱赔钱的问题了啦哈。既然要出团了哈，就不用特别去聊这个。为什么？我们更希望这个旅游上面呢，能够把这个旅游国外这个风景点啊，给炸的来啊，那么大家报名的人哈，只要在按这个范围来哈，完成大家的一个梦想，出国旅游哈。性的啊，一个就是双层的红色大巴，伦敦特有的，然后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红色的油桶啊，红色的油桶啊，待会儿我们肯定大街小巷上可以看得到啊。第三个呢就是现在呢已经不太用的红色的电话亭，对，3个红色的东西。那么如果呢是看到呢英国的这个出租车出租车的话，那么它就是像英国的这种老爷车式的。那么这个老爷车式呢，近5年的这个它的一个制造权啊，已经是中国的这个吉利集团。吉利集团，这后排的朋友都听得到吗？好，那我们就开始用耳麦了啊。那么周围呢这个房子啊，那么英国呢，如果呢是中产阶级左右的，他们都比较喜欢呢。这个住呢这个有地的这个房子，有地的房子呢，而且产权来说呢，它呢增长值啊会比较大一点，2层3层的这种小楼啊，那么它都是产权来的啊，都是产权来的。然后如果是使用权的话呢，也只是说使用权的话有140年的，那么现在的，那么或者呢是比较。最早的呢是999年的，那么和呢这个使用权啊有差不多啊，和使用。来到英国，其实我感觉英国很多的东西呢，在欧洲人来讲呢，伊要把英国呢列为家己的这个
算是欧洲的同盟国之一，这很多人不太了解哦。整个英国的土地呢，其实是跟澳洲分开的，它隔着这个英吉利海峡，所以英国它的很多的方式，包括它使用的钱，它也没加入欧元啊，用的是英镑。我的开的车子哈，那一般呢开的是这个左驾，它开的是右驾哦，完全的截然不同。所以来到英国，绝对哈有一番不一样的感觉。那今晚来到是牛津大学城。来，我们右手边啊，看一看呢，这个博物馆呢叫做阿什穆勒博物馆。嗨，我们来自台湾。在来到了现在这个地方是牛津大学城啊。这牛津大学城呢，当然了呢，最近会让它变得更有名声。有一点哦，这点就是讲这个哈利波特哦，也来到这个地方哦摄影。英国最古老的一个大学之一，从12世纪开始啊，牛津大学就拥有了这一个45所的学院哦。什么叫学院哦？科系啦、院系啦，就像台湾呢，这个台大这个电机系啦、历史系啦等等哈，每一个学院呢，它就有一栋啊，整个在牛津的市区里面啊。那从这边呢进来呢，这个大学呢也算是一个小城镇啊，也算是一个一个大学啊，所以它叫做大学城。在国外都是这样子啊，澳洲讲这跟美国东西安那样，这个大学跟这个城市呢弄起结合在一起啊，城市因大学而生，而大学因城市呢，也变得整个融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啊，所以不单单只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很简单的大学哦。那在这里呢，也是童话故事书《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出席，马西当这的所在。发源起来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呢，那现在我们就进来看看吧。这个我们美丽的牛津大学。从刚刚那个四岔的这个穿梭在牛津市区了哈，每一栋建筑都很古典哦。那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小路哈，那还多人经过那个歌塔哦，这个正方形的这个歌塔，拉丁文的有没有看到哈？在这里哈，拉丁文的意思是四交叉路口的高塔，这个塔是牛津的地标。从这开始的周围，牛津市区的对这个时候在开庆啊，这个钟塔建在西元1032年。学院小道，学院小道。四大门啊，就是三一学院啊，三一，我们来洋墨水7所研究生学院，还有呢部分学院呢是只招收男生的。那么它呢是各自独立、自负盈亏的。那么以这个教会呢给统领。现在呢，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名誉校长现在刚刚主要的教授现在在这个英格兰英国分成英格兰跟苏格兰，再加上威尔斯，还有再加上北爱尔兰这整个。把它联合起来我们把它叫做英国。那这几个地方其实呢，已经是分开的
当然经过这个统一整合之后呢，把英格兰啊、苏格兰啊等等呢合并在一起，这是我们常听到的英国。所以你来到英国的时候呢，你有时候就会被它搞得很混乱哦。来到英国，为什么英国的英国还有英格兰跟苏格兰？我们威尔斯是什么啊？还有北爱尔兰，应该这些区域呢，就如同呢，像这个新疆，跟西藏，其实我们认定它是独立，但其实它整个体制呢都在中国哦。那里要盖艺术哈。那今晚来到是英格兰这个区块的牛津大学哈，这个英语世界当中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大学，也是世界上现在仅存第2古老持续办学的高等教育哦。那这个但米加比亚的人真的实在是已经没有办法再追溯了哈。但是呢，可以知道是牛津大学在有记录的教课的历史当中呢，可以追溯到1096年哦。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1世纪的时候，亨利2世禁止英国学生前往巴黎大学就学之后呢，从此牛津大学开始迅速上升啊。所以你看呢，这已经是快1000年历史，你说久不久啊？总共13个人头雕像，代表13个学者。那现在我们进来这个牛津大学里面呢，刚刚有听到那个13个雕像的代表的是13个学者。那在这里面呢，有太多的这种学院。那这些学院呢，也从在这个11、12、13呢，慢慢一路建起来。所以现在呢，牛津大学由38所的独立书院跟4所的学术学院来把它组成了。所以来到牛津大学的时候，你回去啊！我觉得忽然间搞不太清楚状况啊的原因在这边哈，因为这里的学院啊，它的那个科系啦，分门别类太多了。那个包括这个学生是什么选更型的啦，这个来电的已经发生什么历史故事啦，太济啊！来到牛津大学呢，其实的跟这个对去这个巴黎罗浮宫是相同的哈。意思就是讲，当进来电呢。有伤侪物件要看，有伤侪物件要了解，这侪物件要了解要看，所以有时候你说，旅游团队来讲，1点钟到2点钟到绝对无够哦。但是来讲，那2天，和你2天的时间到牛津大学哦，对他们的旅游家来讲哦，好像有一点压力大了一点哦。的场次，那么这个区域呢叫做希尔顿半圆形剧场啊，半圆形的啊，希尔顿半圆形剧场。只要看到呢上面有一个白顶，上面这个白顶就说明呢是牛津大学了啊。那么这个白顶呢是牛津的地标。我们现在看完这一个有13个学者头像的这一个广场之后呢，我们再往后面走，将可以看到赫特福学院所属的叹息桥，就在这后面而已哈。这个叹息桥也是牛津的观光特色之一。这个桥建在呢1903年。我们现在就前往叹息桥吧。叹息桥呢，这一个桥建在1903年，穿过叹息桥就可以直达新学院哦。新学院其实并不新，而且还是牛津古老的大型学院之一呢。西元13世纪的时候，相信家的人知道，但澳洲呢发生了非常有名的叫做黑死病。当时这个黑死病呢夺去了非常多人的生命呢，其中也包括很多当时在这个牛津教书的教职人员。为了要教育会使呢持续不绝被称为当时英国公立教育之父的威廉，特地呢就在牛津创立了新学院传授这个传道士差点讲道士，传道士学问跟知识这个地补呢黑死病的教士所以刚才他们澳洲以前的那个传教士其实就是教职人员老师的前身那这个时候呢，特地呢就在牛津创立新学院，传授这个学问知识料呢，在这里面呢，用了这一个搭建了这个钟塔环绕后花园植草皮让人赏心悦目那还保有这个牛津古城墙的这种气氛跟氛围那牛津呢，
这个城镇呢创建起来呢，为什么又叫做牛津啊？那这一个牛津呢，它的英文名字啊就叫做这个 Oxford 哈。那蜿蜒在英国的叫做泰晤士河牛津人喜欢叫艾希斯河哦。那再加上呢这个城中呢还有恰威尔河环绕在城市当中，形成一个 Y 型的英文字母 Y 型的交汇。那在湘西当中的牛津运河Oxford 跟它衔接起来，所以牛津其实呢很简单，就是公牛 OX 跟涉水 Ford 2个字合并起来叫做 Oxford 所以这一个牛津大学的标志呢，就用这个牛离涉水这个 mark 来执行一个标志那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藏书籍啦你可以看800几档的历史啦那藏书籍呢都放在这个他这边的图书馆尤其是我们看到牛津还有一个很有名的3个皇冠中间一本翻开的书跟7个书签，作为他这个大学的标志，在这个校徽上面写了拉丁文这个很特别那这个在这里面呢，你会很好奇这现在瞎子的物件那因为很简单因为呢，据说呢，当时的牛津的人自傲非常的骄傲一认为除了这个上帝以外，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更聪明的足够教他。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说呢，宗教治学因为当时的神学士呢，就是教育的下一代圣老师的地那牛津的神学研究呢，当时非常的盛行。无论如何呢，上帝救我似乎呢就变成了反映了这个牛津大学呢每个古老学院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因为呢学院没有教室也没有礼拜堂，学院当中呢就设置礼拜堂，方便随时学生可以跟上帝祷告啦求救吧科起科不安弄好我们不知应该是这样子的啦。那在牛津呢缔造出很多的国际级的政治家科学家包括英国首相布莱尔拢是对这个牛津大学出来所以这个牛津大学呢没啥简单要来读这个英国剑桥伦敦伦敦剑桥跟那个英国的这个牛津大学真的都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念哪边不，我觉得来这边来这边念呢，就真的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那我们现在呢继续看这里的学院非常的多我们在看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哈利波特的拍摄场景呢，就变成了最有名瞩目尖塔造型的万灵学院。造型极为特殊的万灵学院，亨利6世跟他的这个总教主亨利7吉尔，在这个14世纪14世纪到哪边我有点忘记了14世纪共同创立的校园呢跟庭园呢都保存了这个更好的时阵这个景象这个学院没收学生看他收啥有没有看到牛津的标志？几架古渡河有没有？哇！我为什么忽然间跳到这个？因为我上一次没有拍这一只牛渡河，哇！我那一天在那边找了好久这个时间不够那这个我好多讲万灵学院看他修啥？修老师跟研究院士。牛津大学，我们现在继续走这个学院有一点多多得不得了那现在呢，没关系一个一个来基督学院
有看到的，有拍到的，我们就来讲哦。因为这里面的学院太多了哈，你一下子要把它说完呢是不太容易的哈。那基督学院呢，其实这个学院就叫基督学院呢。这个学校建筑物呢，比一般学院更加大、更加宽。牛津大学最大的学院也就在这个地方哦。曾经在内战的时候，作为查理四的临时首都，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呢，就是近代200年内产生了16个英国首相。不过呢，这个它也是门票最贵的、最高的学院哦。那15世纪的时候呢，当时的主教创立的这一座学院呢，它的尖帽哈，那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尖尖的帽子，这个就是它学院的象征啊。来，那我们现在呢，继续哈，我们准备前往这个什么哈利波特哈，的拍摄的一个场景地哈。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了，包括在这里面的学院内的主教堂呢，英格兰最里面的这里面还有一个主教堂，它这个彩绘玻璃啊，是当时啊，圣凯撒琳之窗的彩色玻璃呢，把《爱丽丝梦游仙境》当中的爱丽丝的姐姐，这个爱丽丝描绘成圣人了，成为家喻户晓的《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本书的起源地也在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基督学院哈。所以包括来对各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素描达文西、Rubens 的这个作品啊，在里面呢都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的特别哈。所以我说，我别小看了这个，别小看了这个大学哈。咱可能到澳洲去佗的时阵，我看这个大学，哇，1、2、3忘记了啊，看那个大学啊，3、4、5忘记了。很容易把一个地方忘记，但实际上，当我们静下来哈，你去看这个大学，伊每一栋，弄历史，当然对咱观光客来讲，都爱安怎过程当中，都安尼真欢喜哈，真快乐哈，嘻嘻哈哈，快快乐乐，哪唱哪跳啊，团体安尼旅游呢，整个人轻松了起来，整个人也兴奋了起来，这样了解啊。所以呢，这一个。就很特别啦哈，那我们来旅游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就是要有这种风格，要有这种风味哈，要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跟这种风格呢，也就让你可以成为最快乐的一个旅游者。那当然，我们再换一个情况来看，其实当英国来讲呢，尤其是在这个牛津大学里面，它很多加这的学院呢，都有它的历史典故啊，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讲完。那我们在这个基督教堂学院是牛津最大的学院，也是哈利波特的拍摄场景哦。咱今晚来搞看点哈利波特的拍摄场景啊。学院的门楼创建的是第一栋建筑物，门楼当中高挂的是汤姆塔，奇怪，咱的佩爱无挖过哈，中的是汤姆塔。16世纪由列恩设计建造，上面挂着7吨重的汤姆大钟至今呢，每天晚上的9点空分呢，敲钟101下，代表最初的101名学员啊。这个是很特别的。9点05分是因为它位于格林威治以西。离开牛津大学，我们现在在前往其他的地方了。英国爱看了什么？英国这个所在呢，真侪人会认为英国真小，其实英国非常的大哈。对英国南部升到北部升到爱尔兰升到北爱尔兰等等拢是伊的规个行程当然多国之旅的时阵呢，你的英国胜的所在呢，就会集中在伦敦这个区块那我们这趟的行程很特别我们从了英国再搭船到了荷兰这是特别做的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安排跨越这个英吉利海峡隔天起来呢到了这个鹿特丹我一直干嘛这一次的行程呢排得很特别。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欧洲行程呢，都会在行程里面有细微的变化。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其实都应该能够知道这一点，也能够了解到这一点那我们现在呢，准备前往英国市区的伦敦对伦敦来讲就保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状态，焕然一新的这种状态
这边右手边这些房子呢，都将近150年到200年左右的历史了。那么和他们的这些酒店的这种 logo 的酒店标志的这种旗帜，英国的这种街头呢是可以呢这个店家或者是他们的这些商场，那么有呢可以飘呢自己主人家的旗帜，那么来表现出呢就是很容易找到他们的房子，那么来呢区分开来，区分开来，包括呢它的正门也会有不一样的颜色那么这个来表现呢它是不一样的主人的风格。正前方的左手边咱们呢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正前方的左手边。那么它呢原来呢是英国的一个大教堂，那么现在呢是英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左前方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呢叫做博物馆路。那么这条路上呢有好几家非常著名的博物馆首先呢是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最出名的呢就是恐龙化石那么它呢是原来呢大英博物馆放不下了，那么其中呢把一些自然历史的东西呢那么来呢放到这个博物馆当中那么在呢最近有部电影博物馆奇妙夜，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部分取景就是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当中和呢大英博物馆当中取景的。那么大英博物馆的一些放不下的有关于自然的东西呢就放到这个博物馆当中，把原来的大教堂呢就给呢拆分掉了。那么左手边呢现代的玻璃的建筑科学和工业博物馆科学和工业博物馆。那么包括呢我们正前方的砖红色的房子到英国来看英国的东西伦敦的巴黎春天那么就是呢这个哈罗德百货这片区域呢是伦敦的帝王区域，那么它呢当时呢在开价是6万英镑一个平方米的这个房子，前方呢哈罗德百货的对面就是伦敦的帝王的建筑。在伦敦呢没有任何一座这个空地还是可以建造新房子的，那么唯独呢就只有这一块海德1号区域，那么它所有的房子都超过200平方米，属于呢这个伦敦的豪宅不是豪宅接管下来的。有没有听说过就是阿拉伯人的这个出斋月那么他在他们应该是5月6月的时候出斋。那么这个一个斋月呢它是不可以吃任何的荤菜，也不可以买任何东西的。那么在出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哈罗德百货周围的不管是豪车还是俊男靓女，那么都会呢争奇斗艳那么然后呢就会看到呢这个本来呢觉得呢就只是一个传说露2个眼睛出来，那么全身上下都被包裹的非常严实的这种黑纱。那么他们呢就到这个哈罗德百货里面呢去扫货，出伦敦到伦敦周边那么去呢住这边呢左手边这个就是文华酒店左手边这一个就是文华酒店，景昌文华酒店那么就是呢伦敦的多福港到法国的加莱港46公里，林顿将军所取得的胜利滑铁卢战役皇室不在了，是不是英国也不在了？那么女王呢迫于压力那么飘起了大英帝国国旗，并且现在我们听了这个竹君在车子上的这个讲解我们将抵达这一次拍的这个竹君讲解蛮多的，还不错我们将抵达的白金汉宫，这个在伦敦市中心呢是白金汉公爵接受安妮女王赏识的册封之后呢，当时呢就建造了这个官邸那所以改取名叫做
白金汉宫的原因是安尼来哦。那白金公爵建造用来作为公爵官邸，但是呢，1837年 Victoria 的女王登基不久后呢，当时他就决定了迁居位于在这个现在我们来到了白金汉宫这个地方啊，所以讲简单啊，女王有伫个无看国旗有挂伫顶管无啊，就知影哦，国旗呢挂伫顶管的代表呢，女王今嘛就在官邸里面哦。那这里呢也变成了英国的皇室的居所跟兼具办公的功能呐。来，咱今嘛看嘛呀，白金汉宫。面这个阳台呢，就是皇室人员出来跟人民打招呼。今天上面挂着大英帝国的国旗，代表英国女皇不在屋内外出。其实这讲起来，我当下呢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哦。这个人在或不在呢，挂上这个皇室旗帜的象征，或者是挂上大英帝国的这个国旗的象征啊，来证明了这个皇室或者是很多的国家甚至挂上这个总统在不在啊，弄挂。但是呢，以现在来说呢，这样挂上去会不会也就让人家知道这个皇室所有重要人员的一举一动了？所以我常常很好奇啊，是真还是假哦？那这个英国的君主呢，位于伦敦的主要寝宫跟办公室就在这个地方哈，所以他都让佩佩有供啊，他从这个阳台挥手都是这个样子。那在这里面呢，也是英国历史上呢，欢庆、危机、聚会很多的重要场所呢，这个白金汉宫呢，几乎全部都拥有这一个它的历史足迹存在啊。19世纪到20世纪初呢，宫殿公共立面修图呢，形成延续今仔白金汉宫的形象啊。就是修建啊，这个白金汉宫不是今嘛这个型哈，是历代一直修建起来哈。宫殿当时呢，曾经在二战的期间这宫殿来都有礼拜堂在二战的期间呢，被德国的炸弹袭毁过那在原来的这个被袭毁的这个礼拜堂当中呢，就建上了女王的这个画廊后来呢，让所有的游客呢可以进来看看维多利亚女王在这里面1837年登基后第一位入住英国的这一个这个女王那在这里面呢，最广为人知的建筑呢，除了国会大厦、伦敦桥、红色双层巴士一样白金汉宫也是整个英国的国际标志包括当今来的各有这个卫兵他们这一趟可能没有看到卫兵交接白金汉宫不同于许多国家首都的著名历史建筑，白金汉宫并不是只供游客参观的博物馆这座宫殿是君主制的中心，是女王陛下作为英国国家元首跟大英国协调领袖的办公室的礼仪性职责的地方。女王平常就在这个白金汉宫里面工作，通常周末呢会回到她的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温莎城堡。要知道女王在不在宫殿，只要看一看白金汉宫中央的旗杆就知道了。因为如果女王在宫殿里面，旗杆上面飘扬的是君主旗，否则人们看到的是联合国国旗联合王国旗，就是大英帝国的国旗那如果遇到盛大的礼仪场所呢，天气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宫殿呢还会挂上更大的一面旗帜所以这就是我要讲是还是不是
我常很好奇，看看刚刚那个就是英国的卫兵哦，他们这一趟来应该是没有看到卫兵哈，那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时间上的这个安排行程的走法哈，使得呢没有安排到这个卫兵的交接，应该是吧？哦，那我们现在呢继续在这边看，继续在这边走啊。通常在圣诞节跟1月份的时候呢，女王会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哈，她的私人庄园里面，而在8、9月份呢，则会住在这个苏格兰高地的巴尔莫勒城堡。只是想一想很奇怪啊，一个女王啊，你看呢，住的地方那么多，冬天住那边，夏天住那边，秋天住那边，什么时候住那边呢？为什么？因为英国天气很冷啊，所以呢，湿冷的天气呢，到这个当天的时候呢，女王嘛，对不对？很多人现在就是这个摒弃这个君主制啊，但在英国很奇怪，他们以拥有英国女王为他的骄傲，认为呢，英国女王是他们的传统，是他们的象征。英国皇室所有的一切都是英国当地人民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啊。这个是咱无啥了解的所在哦，这嘛是真特殊的所在。那我们当然呢，看完这个白金汉宫的这个新古典主义的风格，我们现在转过来呢，就看看这个西敏寺。这个西敏寺呢，跟大笨钟呢，跟国会大厦呢，哇，全部都是合在一起的哦，就在同一条街道上，你就可以看得到，这几个也是来英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也是来到英国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哦，西敏寺啦，国会大厦啦，还有这个大笨钟，有没有看到大笨钟在那里哈？这个就是大笨钟，刚刚拍过摄的是西敏寺哦。咱讲想我当下安尼行呢，因为它在同一条旅游带上啊，所以大家你也在看了那个景，大家也在看了那个景哦，各自看到不同的景观啊，这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有时候你会拍这边，有时候拍那边，其实还是港的口音。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内阁制的发源地，就在于英国的国会，而看到的最有名的非常多的名人王子，英国的国王，英国的这个王妃等等结婚呢，都来到的地方呢，也就是西敏寺。那这几个地方呢，包括大笨钟，全部合并在一起。现在让我们来欣赏最美丽的英国风光喽，伦敦。